大家好，我是潘荣德，是马来西亚国际时事产业评论员。这一期呢，我就跟大家来谈一谈中国与东南亚古代经贸历史背景。其实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华人大量移民到南洋的历史呢，是在清代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当时马来亚与婆罗洲的英殖民政府呢，他们就大量的引进华工，所以呢，一直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后呢，华人已成为当地的第二大族群。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常常听到，东南亚的华人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过来南洋，就是我们所谓的下南洋或是去南洋。但是其实呢，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下南洋？其实下南洋呢，顾名思义，它有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当时他们到南洋去处理一些政府的事务，还有去东南亚去经商、去打工，甚至是迁移到这个东南亚等等。但是呢，这个下南洋呢，主要是以福建人、广东人，主要的目的地还是以东南亚为主。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在1970年年末呢，就是当时的改革开放嘛，中国当时有很多中国的这个移民呢，到了马来西亚。其实到了1980年呢，就形成一个出国的一个热潮。怎么说呢？因为主要是通过留学，还有这个跨国的婚姻这两种途径呢，而去到南洋，去到这个东南亚。而且当时呢，这整个出国的这个袭潮呢，是卷袭到整个中国大陆。即使是当时的这个社会地位较高，这个收入也很高的这些人群呢，也向往到这个移民一直到1990年代呢，由于中国经济开放，出国留学移民就越来越就是成了一个新常态，也不再像就是以前社会特别关注而且过了这个20世纪末的这个航空业的迅速发展呢，其实移民到海外的华人呢，也不仅限于这个广东、福建等这个省份，其实也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各个的地方、各个省份、各个城市。所以呢，这个一般呢，这个所谓的移民的热潮呢，就涌到了东南亚，也是到现在我们也常看到很多海外投资者到马来西亚、到这个整个东南亚去投资其实如果谈到这个文化跟语言方面呢，我本身呢是这个马来西亚华裔这个第3代这个海外华人其实是道道地地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其实中国人到南洋成为当地的国民之后呢，其实保留一定的文化。怎么说呢？因为在全世界众多的这个国家当中呢，比如说海外华侨有包括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等其实占有很大的比率而且在种族的身份上呢，我们也称为华人或是华裔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籍贯，包括有福建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等等。而且在语言方面呢，我们有广东话福建话等等就是这个语言是百花齐放。其实东南亚华人也特别的这个重视跟庆祝呢，这个华人的农历新年元宵节中秋节这个端午节、冬至吃汤圆等等所以在文化语言方面呢，其实整个差异并不大，而且是非常可以很快的去融入东南亚的当地社会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理上及历史上呢，其实从古到今呢，有相当频密的政治与经济的交流，而成就了不同的国籍，但是我们却是血脉相连所以这一集呢，主要是给大家知道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当时的这个经商这个背景呢，还有包括这个如何的下南洋，而导致就是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所谓的移民，或者是到东南亚去生活这一集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期见，拜拜。